克里米亚彻底孤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通道上已经没有完好的桥梁了。短短几天时间，乌克兰无人机轮番上阵，就让克里米亚沦为了孤岛。俄罗斯急忙寻找绕行路线，并且拉起了浮桥，把目光放到整个俄罗斯。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成立1年，就摧毁了价值400亿美元的军事目标，至少25个地区闹起燃油荒。白俄罗斯紧急补缺，成了俄罗斯的加油站。那些浮桥能派上多少用场？克里米亚被孤立意味着什么？白俄罗斯能够满足俄罗斯的需求吗？谁能想到几天前琼加尔桥的瘫痪只是一个开胃菜，或者说只是一个诱饵？乌军这几天的操作简直让火力军大开眼界。琼加尔彻底废了之后，俄军赶紧把目光投向下一条备用通道——格尼奇斯克与阿拉巴特贾路线。阿拉巴特贾是克里米亚北部一条狭长的天然沙堤，却是俄军在被占领的赫尔松和克里米亚之间调动军队的重要路桥之一。结果俄军刚刚手忙脚乱地调整了撤退路线，乌克兰的刀就劈了下来。格尼奇斯克与阿拉巴特贾的桥梁遭遇导弹袭击，交通被紧急暂停，这一条替代路线也没了，俄军就要继续寻找替代品。然后真正的重头戏来了，一夜之间，乌军同时对4座桥梁发动了打击，分别是普列奥布拉任卡和米尔内附近北克里米亚运河上的2座桥，比列科普至阿尔米扬斯克路线上的公路桥，以及斯塔夫基附近的1座桥。所有桥面均遭到不同程度损坏，交通被不同程度中断。最绝的不是桥梁本身，而是阿尔米扬斯克附近的附加品——燃料和弹药卡车。事情是这样的，琼加尔瘫痪后，俄军把所有卡车都赶往阿米尔扬斯克路线。在乌军行动的那个晚上，大约50辆满载燃料和弹药的军车正好扎堆在桥区附近，所以乌军在摧毁桥梁的同时，也被一波带走了这些卡车。伤害一叠加，这座桥也彻底瘫痪。但是这件事真正值得人关注的是乌克兰恐怖的情报预判能力。俄军想换路线，还没换，乌克兰就知道了。俄军打算走哪条备用道，乌克兰早在路上等着了。乌克兰的战术逻辑十分明确，他们先打掉马里乌波尔方向通往别尔江斯克的补给线，逼迫胡利亚伊波莱前线的俄军放弃从顿涅茨克经马里乌波尔的补给线，转而完全依赖克里米亚路线，然后再敲掉克里米亚这边的各种关键桥梁。结果就是所有俄军补给不得不全部挤到阿尔米扬斯克通道上。然而乌克兰早就盯上了这里，至此俄军在克里米亚和南部被占领土之间的主要后勤补给路线算是彻底握在了乌军手中。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俄军想跑的路都被提前堵死。俄罗斯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们想尽了补救措施，然后把一个设施推到了所有人眼前——浮桥。这座浮桥其实不是什么新鲜货，卫星图像显示，早在2023年6月，也就是英国风暴之鹰导弹第一次炸伤琼加尔大桥后，俄军就在24小时内紧急搭建了一座浮桥，然后这座桥就长期藏在大桥下方。这说明俄军早就知道自己守不住这些桥，所以提前几年就开始给自己准备后路。但问题来了，一座浮桥能解决俄罗斯现在的后勤问题吗？显然不能。浮桥的结构强度本来就和钢筋水泥的固定桥梁差了10万8千里，大型军用车辆要在上面跑，那就考验司机的心理承受能力了。最后的结果是速度慢，通过效率低，车与车之间还得拉开距离。对于俄军庞大的后勤需求来说，这座浮桥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东西比固定桥梁脆弱得多，天气稍微差一点就可能出状况。乌克兰会不知道吗？所以俄罗斯把这座桥拉出来，完全是摆设大于使用，无非是给乌军提供一个更容易被打烂的目标罢了。除了架浮桥，俄军还给民用车辆和后勤车队设计了2条替代路线。第一条路线是从诺沃莱克西伊夫卡出发，经阿斯卡尼亚、诺瓦、查普林卡和米尔内，最终抵达阿尔米扬斯克。第2条路线则是从诺沃莱克西伊夫卡出发，经赫罗米夫卡、查普林卡和米尔内，同样以阿尔米扬斯克为终点。听起来挺像那么一回事儿，但仔细一算，火力军只能为俄罗斯默哀了。这2条替代路线能跑是能跑，但是每辆车必须比原来多跑150到200公里，多出来的这段路就意味着时间更长。本来几个小时能到的补给，现在要多绕大半天才能进克里米亚。更要命的是油耗暴增，而这恰恰是最大的讽刺。克里米亚正面临2014年以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俄军却要花更多的油去跑更远的路，去运送燃料，甚至还会增加暴露风险，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打击机会。说白了，所谓的绕行路线足以把那些运输车变成一辆又一辆的单程车，让他们有去无回。所以俄罗斯拿出来的这些补救措施完全就是聊胜于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起码给了俄军一些希望。一些俄罗斯还没有放弃他们的希望。
然而他们终究要面对一个现实，现在的克里米亚正在按照乌克兰的剧本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的司令布罗夫迪在接受采访时表明了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态度：我们会在不久的将来孤立克里米亚。一旦克里米亚被孤立，到时候整个乌俄局势恐怕都将迎来巨大的逆转。我们要明确克里米亚的地位，它是普京自2014年以来最闪亮的战利品，更是俄军在整个乌克兰南部战场的后勤总基地。俄罗斯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军队，加上通过半岛不断调动的南部战区部队，总兵力超过15万人。这15万人的后勤资源基本都从克里米亚出发，或者经过克里米亚中转。现在的乌克兰看似只是在打那些陆路走廊，切断俄罗斯的后勤链，实际是在对这15万人实施一场无声的围困。因为半岛三面环海，没有自主资源产出，所有食品、燃料等物资全部依赖外部输入，而克里米亚已经没有铁路渡轮来大规模运油。之前能用的几艘大型铁路渡轮全被乌军干掉了，剩下的普通渡轮运力完全不够，根本填不上缺口。可以说，切断陆路走廊只是这场包围的最后一环。结果就是乌克兰把克里米亚变成了大型围点打援现场。一旦克里米亚被彻底孤立，燃油储备耗尽，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前线的俄军装甲部队将彻底失去机动能力，炮兵无法转移阵地，连前沿侦察无人机都将因缺乏燃料而无法起飞。没有燃料就没有进攻，没有进攻，俄军就只能趴在原地挨打，最后就是走上乌军给他们写的结局。莫斯科被迫把部队撤走，让俄军彻底离开克里米亚，甚至南部被占土。这也是俄罗斯想尽办法要进行补救的原因。如果克里米亚燃料耗尽，货架空置，游客消失，那么克里米亚就会从普京的战利品变成普京的墓碑，上面写满了他的自大与莽撞。是他的一系列决定让克里米亚最后变成了烧钱的无底洞。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本身正在摧毁克宫10年如一日的宣传神话。他们不得不面临克里米亚正在变成孤岛的现实，所谓的旅游胜地彻底崩盘。他们也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切断后勤之后呢？乌军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头牌主持人索罗维约夫给出了一个答案：大规模2栖登陆。火力军相信这个答案估计会让所有追随普京的人都陷入沉默。他们最怕的就是库尔斯克攻势重演。如果主角换成克里米亚，那就是对俄罗斯最大的嘲讽，因为这就是对他们的警示。曾经做下的一切，最后都是要还的，哪怕中间隔了许多年。然而，克里米亚终归只是一个缩影。我们看向整个俄罗斯，就会发现，乌克兰无人机给俄罗斯带来了一场真正的风暴。最醒目的就是那个数字400亿美金。泽连斯基签了个历史性文件，把6月11日正式定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日，说这是对无人系统部队的尊重和感恩。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实际上就是战绩公示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泽连斯基甩出了一连串数字，足以让全世界侧目。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成立的1年内，无人机总飞行架次超过165万，累计摧毁俄罗斯目标35.6万个，雷达、防空系统、火炮、弹药库、燃料库，什么值钱炸什么，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逼近400亿美元。而在2026年的前5个月里，无人系统部队就已经摧毁了174个俄罗斯防空资产，包括地对空导弹系统、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光这些就让莫斯科额外损失超过54亿美元。记得乌克兰刚开始搞独立无人机军种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觉得这都是花架子。现在这支部队用行动告诉全世界，什么花架子不存在的。乌克兰已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将无人系统列为独立军种的国家，并且在战场上打出了实打实的战果。未来的战场规则彻底被乌克兰改写。损失那么多装备，俄罗斯当然肉疼，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不会给他们走出来的机会。最新的噩耗来自圣彼得堡，又一艘护卫舰要报废了。大家应该都记得，普京在圣彼得堡召开国际经济论坛的时候，乌克兰的无人机大摇大摆地转了好几圈。当时确认击中的有一艘20380型护卫舰博伊基号。开源情报分析师 MT 安德森分析卫星图像之后确认，博伊基号在那一轮打击中遭受了灾难性损伤，已经完全无法修复。卫星图像显示得很清楚，这艘护卫舰的上层建筑完全被炸毁，船体严重变形，主桅杆在极度高温下完全向内塌陷，空中搜索雷达、目标指示雷达、电子战阵列被移过端，而后部上层建筑和直升机甲板上的严重烧焦区表明，大火很可能把内部舱室全部烧穿了。综合下来一算，想要修复应该不太可能，也就是说，博伊基号和报废也没什么区别了。价值4亿美元的主力舰被一架造价仅5.5万美元的 FP1 无人机打成这样，估计俄罗斯又要肉疼好久了。这些打击的累积效应正在俄罗斯全境引发一场2战以来最严重的燃料危机。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至少有25个地区正在闹汽油荒和柴油荒。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加油站已经开始闭门谢客。
别尔哥罗德的司机跑到加油站，对着空油枪发呆。圣彼得堡、莫斯科、库尔斯克一个接一个沦陷，连遥远的勘察家都未能幸免。然而，就在报道前一周，还只有15个地区燃料高危，这意味着在不到1周的时间里，俄罗斯又有将近小半个国家的燃油供应出问题了。当然，最惨的还是克里米亚 ，AI92 号汽油飙升到了每升82卢布 ，AI95 飙升到了近90卢布。黑市更离谱，转售商直接在官方价上大幅加价，每升喊到130到150卢布。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俄罗斯官员们不得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承认燃料危机的出现完全是因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火力军还记得之前佩斯科夫信誓旦旦地说，俄罗斯不存在燃料荒，就算部分地区产量减少，那也是因为季节性维护。不知道佩斯科夫现在的脸疼不疼？说实话，虽然俄罗斯终于愿意承认事实了，但承认有什么用？你连最基本的设施都保护不了，修又修不好，补又补不上，只能看着产量一点一点下滑，看着乌克兰用廉价无人机消耗战略储备，最后把整个俄罗斯的能源系统一步步推向崩溃。然而，能源的崩溃只会是另一场崩溃的开始。这一次是俄罗斯人的饭桌。据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发布的报告，俄罗斯农业正迎来8年来最差的播种季。截至5月底，俄罗斯采种了计划8300万公顷中的4230万公顷，差不多过半。纯小麦也大幅缩水，只种了700万到710万公顷，而原计划是1050万公顷，缺口高达12%。更严重的是，在伏尔加地区、西伯利亚和南部部分地区，地里根本没人干活。一切的罪魁祸首还是有，播种是要烧柴油的，拖拉机、播种机、运输的卡车，样样都得喝油，没有燃油效率暴跌。就算能成功用上燃油，也要面临一个问题：柴油短缺，价格暴涨，利润怎么办？俄境内部分地区的柴油价格已经飙涨35%，达到87到90卢布一升，折合约1.2美元，大幅压缩农民的利润空间。其实，农业的崩盘早就有迹象了。2026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盈利农业企业的比例从2025年同期的77.9%急剧下降到68.6%，亏损企业的比例上升到31.4%，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利润下降22.5%，亏损额增加了1.6倍。在罗斯托夫等地区，农业生产者的平均盈利能力已经直接转为负值。面对这样的趋势，俄罗斯政府还在那里喊话，2026年的粮食收成要搞到1.46亿到1.5亿吨，比2025年的1.41亿吨还高。即使是在正常的年代，这些数字都太虚了，更别提现在这种时候。俄罗斯焦头烂额，巡视一圈，最后把目光放到了白俄罗斯身上。大哥有难，小弟当然得顶上。虽然我没有了，但是小弟那里还多的是。所以白俄罗斯就这样兢兢业业地给大哥输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白俄罗斯在5月大幅增加了对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铁路出口。仅仅在这1个月，汽油铁路交付量比4月增加11%，达到5.7万吨。柴油增长23%，接近5万吨，还顺带送了超过5000吨航空燃油。把时间线拉长到2026年前5个月，数据就更离谱了。白俄罗斯对俄罗斯的汽油铁路出口同比增长近13倍，达到27万吨；柴油出口增加3倍至17.9万吨。可以这么说，现在的白俄罗斯就是俄罗斯的加油站。白俄罗斯有2座年加工能力合计2400万吨的炼油厂，新诺比茨克和莫吉尔。自2025年下半年起，这2座炼油厂就开始加工俄罗斯供应的委托原油，产出的成品油优先供应俄罗斯市场，就是为了弥补遭受乌克兰袭击后俄罗斯损失的产能。可惜这座加油站再能加，也抵不过俄罗斯的消耗，不然俄罗斯也不会闹起燃料荒了。所以克工也正在头疼，他们不只要头疼燃料，还要思考怎么赚钱。莫斯科的钱包已经拉响了警报。据俄罗斯财政部自己的数据，2026年前5个月，联邦预算赤字已经冲到6.01万亿卢布，大约835亿美元，是2025年同期的2倍，也远远超出政府全年计划目标的3.79万亿卢布。短短5个月，赤字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年的 KPI。最重要的是收支差距，前5个月联邦总收入才涨了0.3%，而支出却猛增17%，达到20.79万亿卢布。油气收入跌了将近30%，勉强靠增值税从20%提升到22%，才把非油气收入拉起来12.4%。但不管怎么调税率，怎么压缩民用开支，都喂不饱战争开支的胃口。面对这组炸裂的数据，俄罗斯财政部副部长的回应却是：哪里有危机？明明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这话给火力军看笑了。5个月的赤字直接干到了全年目标的1倍多，这就叫按计划执行吗？说是这么说，但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懂这个赤字数字到底有多危险，所以还是要采取行动。国家杜马1天之内完成3读，火速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俄罗斯政府在2026年无需修正预算法案，
会自由增加国内借款规模，自由扩大支出，甚至自己决定怎么花。除此之外，他们还把各地区债务的还款期限从2026年延期到了2030年。这样一来，地方政府手头的钱就可以全部优先用于战争了。至于该还的钱，那就先不还了，打仗要紧。最重要的是，这些债务和支出计划的更改，今后将不再举行公开听证。就俄罗斯那一套系统开了这样一道口子，那些钱最后会流到哪里，火力军都不用多说，相信大家懂的都懂。只是不知道这一次会肥了谁的腰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能够夺回克里米亚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